亲儿子一刀捅死了亲爹，血光四溅。当时是晚上，窗外暴雨倾盆，老财主赵阳坐在大堂上，当着全家老少30多口人大声宣布：从明天开始我就要退休了，以后这个家的当家人就是我的干儿子李默，所有的家产也全部由李默来支配。赵财主的亲儿子赵远方在旁边这么一听，眼珠子都气红了，噌，由打腰间拔出一把短刀，一刀捅向他爹赵阳的心窝子，噗嗤一声，鲜血溅到了干儿子李默的脸上。李默假模假式的，还装作扑上去挡刀呢。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，他那只不过是做样子。这时候亲儿子赵远方趁着全家人都在发愣，他一转身3两步就冲出了大门，冒着大暴雨是拼命奔跑。赵远方逃走了，几个家丁也没人追，倒是瘸腿的老仆人赵善快步如飞，随后追了上去，也不见了踪影。奇怪，平时走路都费劲的赵善怎么突然能跑了呢？接着往下听，你马上就明白了。干儿子李默在大堂里边当着全家老少的面是俯尸大哭了一场，然后这才吩咐家丁们赶快买来了一口上好的檀木棺材，将干爹赵老财主赵阳的尸首给装殓了起来，然后往大堂上一坐。各位叔叔大伯、兄弟姐妹们，既然我干爹让我来当这个家，我也不好违拗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要厚葬我干爹，同时要抓住我的哥哥赵远方，送交官府来处置。那么此时的赵远方跑到哪儿去了呢？他已经上了山，躲进了一个山洞里，刚想生火烤一烤湿透的衣服，瘸腿老仆人赵善跟了进来。少爷，你别怕，我不是来抓你的。赵远方十分警惕。那你追我干什么？赵善这才如此这般讲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。原来赵善的本名叫周善，20年前在1000多里外的周家看家护院当保镖。赵远方的爹赵阳老财主当时是周家的管家，周家老爷周万才为了吞并整个周家大家族的所有资产，自导自演了一场灭门惨案，将周家老少200多口人都给害死了，然后带着全家族的财产跑到了这里。周万才让管家赵阳管理资产，明面上赵阳摇身一变成了赵财主，而周万才改名叫李万才，明着是赵府的管家，实际上大权都在他的手上。他儿子周默也改名叫李默，认了赵远方他爹赵阳做干爹。少爷，只有你爹和我是周万才杀害周氏全家族谋财害命的知情人。现在他儿子长大了，他这才逼着你爹把财权交到他儿子周默的手上。你爹和我都明白，过不了多久咱们都会被周万才灭口的。说到这儿，赵善撩起自己的左裤腿露出一条长长的刀疤。当年我是自己给自己来了一刀，假装成瘸子，才说服周万才同意，留了我一条活命啊。赵远方听完之后，开口正要说什么，山洞口呼啦啦进来了10几个壮汉，原来是管家李万才，也就是周默的亲爹周万才，亲自带着人来抓赵远方了。赵远方和赵善想跑，那哪还能跑得了啊？被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，就像2个粽子似的，被带了回去，关进了地下室。二位，等后天给赵阳出殡的时候，就直接把你俩一块埋了。
到那边跟你爹团圆去吧。眨眼就到了出殡这一天，唢呐开道，有人抬着赵老财主赵阳的棺椁，紧跟着是从头到脚一身校服的干儿子李默，哇哇大哭，是干嚎没有眼泪。旁边有管家李万才，也就是他的亲爹周万才，搀扶着李默。在后边就是被五花大绑堵着嘴的少爷赵远方和仆人赵善，以及长长的送葬队伍。到了坟场，棺材落地，众人下跪。突然有人大喊：“老爷诈尸了！”只见棺材盖一开，赵阳噌的一下坐了起来，哈哈哈哈！周万才、周默，你们这对狗父子，想不到吧？我是假死，要是不装死，恐怕就得真死在你们的手上了。原来啊，赵阳那天在大堂上宣布继承人的时候，提前早有准备，胸口衣服里边绑着个鸡血袋子，亲儿子赵远方捅他爹的那一刀，用的是唱戏用的伸缩假刀。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化，周万才和周默这父子俩都愣住了。还是周万才经得多见得广，很快稳住了心神，从一个家丁的腰里抽出一把雁翎刀，举刀就砍。他也是急疯了，竟然要当众杀死赵阳。可是刀刚举起来，一支凋零箭正中周万才的手腕子，雁翎刀当啷啷落地。冷箭是从小树林那边射过来的，与此同时，又打小树林里边冲出来10几名捕快，迅速制服了周万才、周默这父子俩。原来事先赵阳早已经报过案了，将周万才的犯罪证据全都交给了县令大人。周万才因为杀人太多，罪大恶极，惊动了皇上，被判了个凌迟处死。他的儿子周默呢，因为罪过不大，被赦免了刑罚。可惜他接受不了残酷的现实，流落街头一段时间之后，变成了疯子。老财主赵阳把手里掌握着的全部资产交给了县衙，县令大人亲自查点。赵老先生，你功劳很大呀。这样吧，10成的资产，9成充公，上缴国库，留下1成，你自行处置吧。虽然只留下了1成的财产，那赵阳仍然可以称得起是一个大财主啊。他让老仆人赵善喊来了全家人，开了一个家庭会议，要求所有家庭成员都要勤俭节约，杜绝浪费，多做善事。